你如果一体感动的真心没有启动，你生活的能力有问题。生活跟生存不一样哦，生活是我们以前定义过，你一天里面完成感动占比的时间就是你的生活品质。一个人他快死的时候或老年的时候，或是濒死经验，他想的都不是他有什么豪车，遇到什么美女，都是他生命中那些小小感动的瞬间，反而是他最后会最记得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叫生活品质，这个是隽永亘古的，永远会留下来的。人一生你其实能够留下来什么？你身体会变年轻，会变老，会死，你拥有的一切到最后都还回去了，剩下什么？永远留下来就是你在感动中完成感动的每一个瞬间，又叫执行型，又叫德。所以中国人讲积德，积德，积德就是你愿意进入感动，完成感动。所以这里讲的说，你读《论语》，你如果没有一体感动的真心，你在生活中完成感动的体验太少，你就会都好像看懂，但是它呢就只是字而已啦。但是你如果真的你的那个明心见性，我们讲明心就是你可以进你的一体感动的真心。我们等一下讲九轮赋能，讲到心轮，你心轮打开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的明心。就是《金刚经》讲了，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是未发菩提心的那个菩提心。你有这个一体感动的真心，你在生活中进入感动当中不断的实践，这叫执心行，又叫德行。那你持续的每一刻累积德行，就叫积德。早福之谓重积德，老子讲早福之谓重积德。什么？早福就是你要服从你这个一体感动的真心，早一点服它，那你就会重重的积德，累积德行。所以你看，你这概念一通，你懂，你一做。老子讲什么你也懂了，《金刚经》讲什么你也懂了，然后你看《论语》才会有滋味，才不会味如嚼蜡。明德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听起来又好像我们那个中国文明的42个特征，什么法治、民主、开放，听起来好像又在讲教条口号，要考试。No， 这是活生生的东西啊，这是孔子一生的实践，用最直心朴素，不像那个孟子一样滔滔不绝，他就是流露而已，甚至就是很少在讲话的。所以你读《论语》，所有看到孔子、曾子、贡子路等等，这些都是活生生的圣贤。他是个人，但是他活出了一种格局，因为他的心量，因为他一体感动的真心打开了以后，他活出了一种格局，他活出了一种滋味。然后你要跟他在《论语》中是吧？除了印这个一体感动的真心以外，你要印什么？印德。印证你跟他的心得。哎呀，我虽然有在实践，但是我实践德行的累积，没有像这些圣贤他们实践的那个样子。所以至少你在读《论语》的时候，它是一个你愿意打开真心、一体感动的真心，在执心行，在德行的时候，它至少是一个你可以照见自己的见，是吗？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这种镜子啊。所以你这种基本的态度能够掌握，加上你日常有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实际的心得体验，你读《论语》就会对你有莫大的益处啊！你如果把它当教条口号，那你就甭读了。《易经》有一卦，他说你这个人德行一般都没有德行，就开始笑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笨这个怎么这个头脑这么固执什么？世人是会笑你，因为一般人都是在那个来来往往江上的利益的这个帆船上航行来航行去而已，算这个人对我有利多少？这个人比较小我开始这份取舍，严重一点就权谋，再严重一点就是陷害。一般人都在这种日子里而已他想这个人脑袋怎么那么差？所以我们特别有一集讲善良，我们讲《金刚经》的善良，善的重要是什么？六祖坛经里面讲除邪即行10万，你那个西天取经是108000，西方极乐世界离这里108000里，你把那些恶行去掉就行了10万里，能够行善就走了另外8000里。他说但行直心，对不对？但行直心，道如弹指，对吧？你直心行，这一刻就马上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六祖坛经我们讲过了嘛？对，好，所以你看到第9条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以前德简书院的书就是一个乘马若班如的一匹马，3个重点：文化的、整体的、长远的。我们讲文化的是什么？文化就是我讲的政治、经济、宗教，任何一切的组织都要为治学服务，这叫文化。不是西方什么 culture， 中华文化，他用现代的口语讲，就是我刚刚上面讲的那一段话，政治、诸侯、军事都要为治学服务。所以《论语》为什么是学而篇第一？因为治学，一个人在人生的阶段，我们9轮赋能就是要讲清楚这件事，还给各位有实践修正的阶段跟阶梯，一轮一轮往上修。我讲了嘛，男生7年一周期，女生8年一周期。这一条
你是亘古的古佛，来人间重新体验7个阶段的奥秘丰富浩瀚，这叫自学，也是我们天然所学。所有的力量必须服务于它，这个叫中华文化。所以你在读《论语》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学生庸啊，可难面矣。他从来不觉得说啊，是周文王分封你是什么诸侯啊，才可以当王啊。当他觉得你的德行跟你的人可以当王的时候，可使难面矣。这个讲出来，在当时是多大的这个革命意味啊！再讲另外一个故事，你们就更清楚。就是三晋篡位了嘛，他邀请孔子去，孔子说我要去。他学生说这个是这个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这个人这个篡位了，你还要去当他的臣子到最后孔子打消念头。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他认为不是你当王不是血缘决定的，我们以前讲的，我们讲君子，儒家先当君子，君子是照顾整体的群体的人，大人是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你开始可以大面积的，像我们讲父母官可以服务到更多人，叫大人。我讲过我们台语逮邻，对不对？然后上面就叫王。所以儒家的这个实践里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有没有社会地位？但是有的时候这样就是大人跟王者。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讲王道，大人君子。王道不是霸道，王道是推自学，天然所学，这个叫王教，这个叫君子之德风。就是周文王他取得天下的时候，他不是一味的扩张他要以文治天下的这个文，他让每个人自己没有阶级、性别、宗教任何的等差，每个人都可以走他的一个成德成道之路，这个叫中华文化。所以呢，孔子他在当时也是革命家，因为他从头就反对家天下，三代之婴吾未及待矣。什么意思？夏商周的尧舜禹汤，先不讲是不是儒家虚构的，他要的是公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是家天下。所以他为什么会说庸也可使难面矣？难面就当王嘛。他为什么想要去田氏那边当官？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可以，而我去当官，我又可以文教天下，何乐不为？这是孔子的逻辑那更不要讲孟子民为贵，君为轻，对不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聪明，自我聪明，民聪明，这个都是颠覆性理论所以儒家这3000年都跟我们封建帝制对着干不是吗？最惨烈的就方孝孺，人家诛9族，他诛10族，对着干这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会绵延5000年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是主要的原因不然这世界这种罗马帝国起来又掉，为什么？力量是会消长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有人为这个力量而抛头颅洒热血。宗教有，但宗教它的整个结构谈不上为自学服务，听懂吗？你宗教里面你变成一个救世主，我1到6干坏事，星期天去教堂忏悔，他连执行是什么，进入感动是什么，他连执行行进入感动完成感动，他连成德成道搞不好都还没踏上去里面会不会有像那个史怀哲或是这个德雷莎修女当然也很多争议有没有像那种德性真的也是会有。但是这个宗教的本质在于你没有肯定每个人有自明的本性，一体感动的真心，有7个阶段的人的周期，人可以不断的丰富，可以到最后活出跟天地等同的精神。我讲了嘛，自明的本性，佛家特别喜欢，对吧？开悟明心见性，一体感动的真心，儒家特别偏重，自然的周期，道家特别偏重。中国文化刚好儒释道融合了，易经周文开出了儒跟道之后，唐朝以前传入六祖在唐玄宗的时候死掉，在唐朝中华文化对佛家完全的消化吸收，六祖就是代表人物。所以讲论语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你不讲这个，你看论语会看好像在囫囵吞枣，看到就没感觉。你得恭喜这个我们前几堂课都把一些基础你要知道的先跟各位讲。慎终追远，所以这就是慎终是什么？长远的。什么叫长远的？你看一件事情，你做一件事情，没有长远的眼光，没有长远的规划我这一笔赚了就好，都看眼前。这柯文哲讲的嘛，你当市长顶多8年了，人存正存，人亡正息，对不对？可你要长远的规划。这比较起来，这个大陆中央的那个5年、10年、15年还比较好一点。我们先不讲其他的部分，至少有长远。看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往后15年，这叫慎终，对吧？追远是什么意思？就爸爸妈妈死了，你的祖父母死了，追远是什么？好好的去思考他们的一生带给我们的影响，留下来的宝物跟留下来的烂摊子。烂摊子呢，是我符合这个家里的设定的总和，相应后投胎，祖先祖德流芳，我们很多祖先还是有干得不错的人，好好学习，这叫追远，明德归后矣。这个社会人就会怎么样？厚道。王老师用4个字形容我们文化里面
对于人温柔敦厚，温就是温和嘛，柔就柔软，不会一天到晚像北方人或西北人天天跟你杠。我最近跟一个宁夏人在微信里面对话，就很冲啊，我说，你跟老人家讲话啊，语气注意一点。然后对不起，要提醒。敦这个字，想，然后这是手的意思，这又是执行，对不对？执行想是什么？什么意思？对天地祖先有敬意，而且是频繁的。厚就厚道，这就是台湾人为什么会人家喜欢的原因呢？温柔敦厚，就明德归厚矣。很多外国人喜欢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你说人好到底重不重要？是我举一个例子，我之前欧洲也跑，美国 Houston 也去，东南亚、香港、澳门、大陆。我每次回来台湾，我都觉得很舒服。我也看过荷兰，哇，建筑、街道啊，甚至男女都好像模特儿一样，回来就觉得舒服。不仅仅是熟悉而已，人跟人之间舒服，生活舒服。所以你觉得重要还是不重要？第10条，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之与亦与之与。”这个子禽跟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啊，哎呀，夫子啊，就是孔子，夫子一到一个地方，他就能够知晓这边的政。政是什么？又是一个提手旁，对不对？拿了一个正，就是执行正道，就叫正。他说呢，是他跟人家求来的这些 information 呢，还是人家自动给他的呢？可见孔子一到这个地方说啊，这个梨园治的这个县，哇，他的治理如何，优点哪里，缺点在哪里，他通通都晓得。子禽问子贡说啊，他是呢一直去跟人家求得这个资讯呢，还是人家主动给他的？子贡说啊，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简单来讲，就跟别人得到这些 information 的方式不一样。他怎么样？夫子温良恭俭让。现在北一女还有什么温班、良班啊，都是这个温良恭俭让。他们总共有这个班啊，什么就是用这个温良恭俭让。你一个人能够做到温良恭俭让，在感动中做到温良恭俭让，那你得到很多讯息，不是很容易的吗？对不对？子贡的意思就是这样。第一个，他知道这个孔子不会害人啊。第二个，他想要帮助别人；第三个，又这么好相处；第四个，他又是一个老师，在教人家怎么当官。是不是每个想要这个跟这个当官有关的，都会去跟他咬耳朵，会跟他讨论接下来怎么办？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人好人如果能够温良恭俭让多重要。这个讲论语它的难度不在于你的文字造诣，它的难度在于你的实践心得。你的实践心得不够了就很难解，你实践心得够了就很容易就解了。11条，父蔡观其志，父莫观其行。3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好，这个是第一个看到孔子对于孝的第一个定义。父在观其志，你爸爸还活着的时候，看他价值实践在哪里，而且坚持的做，叫父在观其志。父莫观其行啊，你说人死了怎么看他行呢？会行，怎么行呢？影响他一生的价值实践，还在社会上如涟漪一般的影响是什么？叫观其行，可能影响小，可能影响大。然后第3句，守上3年。3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要继承这3年，你在守孝的时候，不要太去当官啊。为什么3年呢？就是我们古人因为怀胎10月，然后前2年的死亡率特别高，所以呢，这3年父母几乎要花最大的心力在你身上，所以你服上3年是在回报这3年父母对你的付出，叫服丧3年。现在人太快了啦，这个大陆死了可能当天或隔天就去烧了。台湾以前有49天，现在缩到7天了。无改于父道，就守丧服丧3年的时候，继续做你父亲的价值实践，延续下去，了解吗？好，你这服丧3年，你可能不当官啊，守孝，对不对？那这3年干什么？你爸爸以前在做流浪狗、流浪猫救助你，那3年就继续做，就是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孝这个孝这个字的，它是一个象形，什么意思呢？一个孩子背着年迈的父母，驼背背着他们走路，就叫孝。父母老了不良于行啊，背在背上背着他走，就叫孝。所以你在听我讲这些我们中国的文字跟讲《论语》，你会讲，老师怎么会这样解？我是2000多年这个文字解释的人堆叠太乱了，我们要回到原本啊，就是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啊，按字的原意来解。第12条，我们讲过，游子是子夏的学生，游子就是《论语》，就是在他的手上完成的。游子曰：礼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由此在谈礼这件事有一些概念我们再讲一下。乐经已经遗失，就是找不到了，后面的乐经是后人编出来，原本的乐经是遗失的。礼经有一些残篇还在，像有这个礼记、学记。礼是什么？礼的这个左边就是一个人在祭祀的样子，右边就是一个礼器。
祭祀时用的容器叫礼。所以你祭祀的时候要有容器啊，要装肉啊，装酒啊，装水啊，装什么啊，装果啊，这叫那个容器叫礼啊，再加一个事，也就是说你祭祀的时候要有具体的东西嘛，这叫礼。我们讲礼以别义，别义什么？尊卑，依德而有尊卑。我们讲卑没有贬义的意思，就实践心得少跟实践心得多。所以我们文化意义上的老，不是那个孔子竹杖敲他那个邻居一起长大的老人说老而不死谓之贼的这个老。那这个老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如果执行刑的话，自然老的时候实践心得多嘛，就是国之宝嘛。啊，这里尊卑，所以呢，礼变成降维堕落成礼教，变成礼教变成教条，那是低微的堕落啊。礼本身就是你每一刻就好像在祭祀天地一样而产生的行为，就叫礼，不就是在感动中吗？你去淡水看夕阳也是种祭典啊，也是种礼啊，这叫礼。你在这个进入感动、完成感动的这个心得德行的累积的多少，就会区分出谁要跟谁学嘛，叫尊卑。我们在记忆上都是如此的，更何况是在德。所以这个礼带出的文化，在父权争斗的架构中，我们讲礼仪之邦，礼仪之邦，整个中国文化在坚持的是什么？我们华夷之变，变在变什么？有没有这个礼乐文化？所以你在现实的脉络里面，你用于跟这个邻国别人华夷用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和。所以有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嘛，可以容不同，但可以和。先王之道的思维啊，先王的道就是这样的意思。有大有事，大事小事都必须这样做，有所不行，知和而和。这个做事做不通、做不下去的时候，纵使你知道要和，然后要想要去和，你没有用礼来节制规划它，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啊，切入的角度不同啊，业务要业绩啊，医疗要保障医疗的品质啊，病人的服务啊，会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会。这个和不是和稀泥的和，要有步骤、礼节、节制，才能够真的和。所以你懂这个游子在讲什么？当然，这个对立当然是正常的，一定有不同切入角度嘛，对不对？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那你怎么样？该吃饭的时候手用得很好，该走路的时候脚用得很好，就是要和嘛。这个和不是说啊我不动了，假如说我不动了，这叫和，不是。你在跑步的时候手也要搭配啊，是不是？这才是真的和啊。知道和，想要和，叫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3条。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敬于礼，远耻如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忠也。所以你看这个游子讲话就比较偏一点抽象概念。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信就是人言，人说话的时候，如果接近义，义是什么？义以前呢，王老师讲忠行曰义，忠行也就是执行行曰义啦。你讲话符合执行行的原则，那你的话呢，就值得被重复。恭敬于礼，远耻辱也。你对人的恭敬要有礼，要有尊卑，那你就不会有耻辱了，就不会像微信那个跟我这个老头子在那边对干。我说我老人家，你讲话那个语气注意一点。我说啊，对不起，是吧？远耻辱也。不要太过哦，这个太委婉太过也不对。但是要有礼，礼是什么？人家市场行销做得比你好，那你就是就教，对吧？不要他们讲说赶快给我做一做你不会帮我做，这叫无礼啊。人家医疗做得比你好，你要学就是就教嘛，对不对？就教要有礼貌嘛，也不用严重到像那个香港。我以前去香港，哇，拜师典礼多隆重。这个大陆最近那个拜师也更夸张，但是呢，基本上呢也是少数现象。我以前哇，那个香港那个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很轻松的，很简单的。我正式执行过拜师，王老师没有正式的拜师。正式拜师是我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全真教北宗的龙门派来敬师傅有磕头的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太多的，就磕3个头拜师这样。恭敬呢，进一步要到礼你讲话进一步要直心言忠行你的话才值得被重复也就是说，你讲话没有接近直心，那你就不要再讲了的意思啦，就失言了啦。因不失其亲，亦可忠也。所以一个人他讲话接近直心，一个人他的恭敬是有尊卑有礼节，他就不会有耻辱。如果这个人呢还有孝，不失其亲，那这个人也可以什么学习这种宗庙，一个屋顶下面在一个人跪在那里行礼，在那里祭祀祖先，叫做宗。所以什么意思？也可以上呈给祖先天地学习效法。第14条，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言，可谓好学也已。那真的好学啦，连吃都不管有没有饱，然后连住都不管好不好，又不舒适。对于事呢，很敏是什么？频繁，每天又是一个提手旁嘛。敏于事我最近觉得最敏于事的就是龙虾。
所以敏于事了。跟他问马上有回应，马上执行。他人要跟龙虾一样很难啊，常常一个东西丢下去，怎么没有回声？喂，你人在哪里？没有回应。你在干嘛？没有回应。这个很多人最讨厌冷暴力，就已读不回，对吧？就没有敏于事啊。而慎于言，慎言就慎言了啊。这个慎言就是言尽于义啦。你言尽于义，就是慎于言了啦。就有道而正言，有道，我们讲德跟道。道是什么？有道之士，有道之士，道是什么？这个人不管有没有完全的成德，完全成德就是你二六时中都在明心见性的状态，叫成德。但有的人他可能24小时里面有1个小时没有，那你说他没明心见性，那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也是24/23有了嘛，对不对？这个人他执心行累积到一个地步，就叫有道之士。例子是什么？子路肯定没有明心见性啊，性格太固定了嘛，就是北方人那种样子啊，不爽觉得不对就要跟人家干的那一种嘛。子路不就是这种人吗？子贡是什么？很会做生意啊。孔子讲义者履众，他很会这个押对货物啊，然后高价卖出啊。子贡是很会做生意的，他的弟子肯定没有明心见性。但是我讲24/23 24/23.5 24/20，他可能几个小时还在设定中，会不会有可能啊？但他们的实践可不可以叫有道之士？可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定义，什么叫圣？圣就是成德又成道。什么叫贤？没有完全成德，但接近成德；没有成道，但接近成道，统称有道之士，又叫贤。就这些有道的贤者而正言，正什么？定位自己，可谓好学也已。这个就是好学。看各位有什么问题？这样听得懂吗？好学就是能够专心的走自学，天然所学，能够专心的走九轮复能，这叫好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要之者。我想问一下，就是《论语》讲的这个孝，其实看完你讲完以后，我就会有问号。我觉得他这个《论语》好像是一个，在周朝来讲，这个读书人是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做的事情。如果一般平民，他们其实都很穷嘛，没有读过书啊，可是他的爸爸就把他的儿子女儿卖掉了，他也没有什么3年好好照顾他的孩子，也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智能。那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论语》很教条？因为你要孝，你要孝，就是让你觉得比较觉得这个主题说他还没对我多好，为什么要孝？那你觉得呢？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像你刚刚说，他你的父母3年对你可能都是很细心照顾，那是一个相对的子女一定是收到这种关怀跟爱嘛。可是如果说有些那种慌乱的时期，很多就是那种生出来像猪啊，像怎么样，然后就是让他去什么去工作啦，所以其实很多那种古代的那种文史这样子。那现在你看为什么会觉得孝，会觉得，所以因为我觉得现在他为什么觉得伦理有点远，因为他现在社会来讲。就是有时候你会有点觉得，凭什么我要孝你啊？就是为什么要对你有孝顺？这样，因为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也有这种讨论过这种问题，所以觉得伦理他离人好像有点远了。我问过很多女人，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买 LV、Prada？哇，那个用料很好啊，那个缝线手工的啊，然后那个使用很久不会坏啊，可以用个几10年了，你都可以讲出它的好处。但有一些人他就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品味，他就拿一个嘎记啊，就是那个塑胶那个边的那个袋子，对他人比较实用。讲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能量等级表每一个分数就是人的一个维度。你在低微的家庭，你爸妈要不要把你卖了，要不就打你，你说你要对他孝，见鬼了！孝是个奢侈品啊，是高维的奢侈品啊，像 LV 一样啊。你不管你父母怎么对待，我说过了，我讲 N 次，你为什么投胎到这种低微的家庭？这地来的嘛？什么意思 ？You deserve， 你就是跟这种低微的父母相应，你才会去投胎到低微的家庭。不然呢？要佛家的话，上辈子既不布施，没种福田，又不修德行，那你就相应到低微的家庭啊！你从小就被爸妈虐待啊，甚至要把你卖掉了，那你笑得起来吗？当然笑不起来。勉强你笑，那奇怪嘞。那你就必须来学怎么执行型，怎么解设定，把自己升维。那时候你就不会对牛弹琴，你就不会呢给猪看珍珠，他的猪说我要吃馊水，你给我珍珠干嘛？但中国人对孝为什么这么注重？因为当一个人是高维的，像 LV 一样奢侈品的那种，他真的由心的行孝的时候，这个人基本上根基稳啊，你跟他有任何的问题都不会产生问题，听得懂吗？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很高维，你不用担心他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他利用你，你也不用担心他设计你。你很多各种担心都不用，你可以放心的跟这个人交朋友、共事等等等。所以我讲啊，我在外面交朋友要叫我一声大哥，最少3个条件：不赌博、不吸毒、孝顺父母。我的标准就是从这里来的。我讲过啦，一个人不孝顺父母其他很多部分做事就会出乱子。再来，
赌博跟吸毒我讲过了，都是一个黑洞，你永远没有办法把它填满。只是我们现代人很多了解的孝，跟我们在原始儒家孔子、孟子在的时候那个原始儒家是不一样的。那已经是汉武帝以后变成儒术了，统治手段了，不是儒家啦。儒家跟汉武帝以后的那些儒家不太一样啊。我说过了，汉武帝以后的儒家就像君士坦丁大帝重新改写圣经一样，为了天赋神权实行他的统治。那你也不能怪那个时代，因为你要借用宗教的力量来凝聚这些人帮你打仗啊，讲好听一点，抵御外敌嘛。你看那个北方匈奴、契丹、什么金人，每个都是野蛮以外，马又壮，刀又利，力量又大，对不对？好吧，至少抵御外侮，对不对？再来呢，男耕女织，贡献赋税，还可以生小孩，继续做韭菜人矿，他就需要有一个笼络的东西啊。还不然就还要盖那个颐和园、阿房宫，这些人力哪里来？这些帝王做这些事的时候，这些人有时间去自学吗？就是人矿韭菜而已啊，了解吗？你要这人变韭菜人矿，你家有一个神话跟宗教啊，对不对？编造一个莫须有，让你可以为他献身啊，愿意为他去修筑宫殿啊，愿意为他去这个挖我们的大运河啊。但是这个时代要过了 ，AI 跟机器人啊，机器人可以挖大运河啊 ，AI 免于事啊，你不用请那些很难沟通的员工啊。所以孝各位要正确的看待我的比喻啊，它是高维的奢侈品啊，不是任何人做得出来的啊，设定很多很低维，你根本笑不了啊。所以以前有一本书啊，原生家庭会伤人，当然会伤人，你那原生家庭那么低维，当然会伤人。有人原生家庭不伤人啊，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吴国最后一个归宋赵匡胤的吴越，钱家送到现在几百年了，这个钱家到现在啊，依然啊人才辈出啊。宋朝就50个宰相，这一代的钱穆，我们台湾的国史大师，钱学森都是钱家子孙啊。你说他的原生家庭会伤人吗？好笑了，人家这一系下来500-600年，都是原生家庭会助人啊。没有原生家庭会伤人，你第一位当然原生家庭会伤人啊。人家钱家是原生家庭会助人，会贵你，会富你，会得你，会财你，才能的财。你怎么说呢？怪谁？也不用怪啊，也不用怪那种生，好好来学生为技术，提升自己的维度。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今天讲到这里。